你干嘛？干嘛你？我来就是告诉你，律师函你收不收，并不影响这个案子的结果。这里面还有你父亲遗嘱的复印件，你随便撕，我多的是。还有啊，你这种态度更加坚定了我对我的当事人收回房子的信任。 张文可是你的母亲，你这个态度就是大不孝。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还主持好好说话节目，而你却根本就不好好说话。你的观众知道吗？你这是赤裸裸的在欺骗观众。哎，你们现在送信不用信鸽的呀？什么意思啊？怎么派了这蔡哥过来？你说谁蔡哥啊？说你啊，你说我撕毁律师函。 请问触犯了哪条法律法规或者相关条例？没有吧？你现在这样坐在我的车上，影响我的工作，并且对我进行了人身诽谤和攻击，请问你有没有触犯法律？哎呀，说的也蛮有道理的。那你人这么好。 帮个忙吗？好啊，帮忙扶我一下。好啊。我下不去了。谢谢你啊。 其实我今天来呢，也不是跟你吵架的。你说你啊，又老又丑又不帅的，还过气儿那么久了，你还能蹦跶几天呀？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蹦跶吧啊！拜拜。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啊。 这都已经准备好了。他练瑜伽呢。自然点，松弛放开啊，放开啊！哎，舒展一点。收工。不是，罗老师，这怎么回事啊？这。 今天光线不行，陆老师，不行啊，我明天还有别的活动呢。室外拍摄本来就是看天吃饭，明天给你们预留了时间。如果你觉得不行，那就取消。哎，别，罗老师，你看这样行不行？咱能不能将就一下？我觉得你今天拍的这个就挺好的。再说了，不是还有 PS 吗？咱 P 一下，更好啊。既然会 PS。 你干嘛找我呀，陆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收工！哎，收工了啊！陆老师，是我嘴臭啊！陆老师，我真不是那个意思。修哥，东西都收拾好了，咱是现在走还是走？哎，修哥，哥哪儿啊？这谁呀？啊，忘了告诉你了，青青，你过来一下。 罗翔老师好，我叫苏晶晶。啊，新来的助理。他助理，你干嘛的？哎姐专门打电话吩咐的，不用不行啊。哎，
你能不能干活小心一点？里面全是镜头，摔坏了你赔得起吗？威哥，啊，镜头先放前面。好。威哥，我这哪儿啊？这样吧，你等一下，我重新给你安排个车。好。不用了，肖哥，这里这么空，坐这里吧。坐这儿，这没问题。肖哥，肖哥，这矮姐安排来的人，这样不太好吧？这交规也不允许啊。现在的小孩仗着家里有关系，通人情走后门，硬塞进来，不是废物就是草包。怎么，方矮当我的工作室是收破烂的是吗？哎呦，修哥，你别这么说，这矮姐也是为了您好。再说这矮姐从来是说一不二，她安排进来的人，就算是不好，咱们也不能随便开啊。不能随便开是吧？那我就让她自己走。怎么办啊？说事。刚才忘我说了，下个月我生日，要给咱们报邮轮出去旅游。不就是年初你生日吗？忘我说要带咱们出去旅游。你说身体不好，不能坐飞机，旅行就取消了。这次改邮轮了。那孩子那么拧，定好的事情可不好改。知道了。有事儿啊？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个？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我们找到了不少备选的案子。坏消息呢？坏消息就是没有一个案子合适的。那你还不赶紧去找，愣在这儿干嘛呀？给你看样东西。神神秘秘的，来来来，听。这败家玩意儿，出这么多网红，这得花多少钱？李恒基原话啊，牛志玲那个女人以为她甩了我，我就是光棍了吗？我就是要让她知道，哥们儿，我现在的小日子快活似神仙呢。好好好好好。你说说他啊，明明是可以发微信把这些照片给我的，非要让你冲出来给我，什么意思啊？也就李恒基那个二货能干得出来。你说说他这么闹也就罢了，你还跟着他一起胡闹。这些照片不会是你拍的吧？我觉得你们俩闹离婚也就算了，是吧？不要老把我夹在中间，我每天很忙的，我有那么多的案子要处理，是不是？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工作了。你觉得要是不喜欢这些照片的话，你就自己处理吧，或者寄回给他啊，我要去忙。这个人他留微信了。
还留微信。关主任，您找我。小廖，来坐。也没什么事情，随便聊聊。怎么样啊？感觉如何？转正之后工作还顺利吧？顺利啊，挺顺利的。现在在跟什么案子？哦，谢谢。一位女士，她想要回她前夫给她留下的房产。多好啊！刚刚转正就有自己的案子，好好干。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当事人他的文件都是齐备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吧。哎呀，这个按理说啊，这是你第一个案子，你应该自由发挥，我不能过于干涉。可是呢，这个案子涉及我们律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客户。看这样吧，关于这个案子啊，你去跟委托人商量，我们律所就不介入了，啊。我们会按照规定退费，并给他一定的补偿。就这样吧。哎呀，廖律师啊，这里边啊，这个中间的关系有一点点复杂，我也不便跟你多说，以大局为重。关主任，痴心如恒是什么意思？什么迟？哎呀，可是心有力不足啊。我有一些我的想法，我可以说吗？可以，你大胆说。我当初选择做法律，是因为我觉得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我在法学院上的第一堂课，我老师就教给我了。所谓公平公正，就是心底无私，一视同仁。我觉得这也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所奋斗的目标。张文女士，她跟我们签订了委托协议，并且支付我了律师费。那我认为她在我心里面，跟我们冠氏律所和其他重要客户是一样的。如果因为其他重要的客户而放弃了张文女士，那么我觉得我愧对了她对我的信任，还有我也耽误了人家在合理的时间内去追求自己合法权益的精力和时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律师应该做的，所以我希望关主任你能够慎重考虑。从法律层面上讲，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公是公，私是私，事是事，人是人。我们不能把私人感情凌驾于公理正义之上。我觉得，这是律师行业最基本的操守。我的老师是这么教我的，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我真是佩服我自己，竟然亲自跑到学校把你挑出来。以你这个口才啊，不当律师真是太可惜了。你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我自己。那个时候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充满理想，充满热情。这样，这个案子你继续办，我不会
会再插手。主任，谢谢你的信任。尽量低调，能做到庭前和解，那是最好的。你放心，我会以大局为重，尽量让每个人都满意。不像你这样啊，为了委托人，据理力争，寸步不让。这其实是我们做律师最重要的品格，要坚持住。去吧。好。但是啊，作为律师啊，既然选择了秉持公正，那就要依法办事，不能执法违法。像堵当事人呐、言语攻击呀，不可以。有人跟你打我小报告了，是不是？尽在掌握。关主任，这件事儿，这个人，我只能跟你讲，我尽量能忍则忍，无需忍的时候不用忍。拜拜。哎，尽量。廖律师，哎，你看到艾米了吗？艾米，您不是让她去法院送材料了吗？哎呦，瞧我这记性，我这还等着他帮我把一个案子存档呢。啊，我帮你做吧。那不耽误你自己工作？没有，我这刚好来了客户要去开会，哎，东西就在我桌上，你去拿吧。好，辛苦你啊。没事。喂，你好，这里是陈文艳律师的办公室，请问什么能帮助您？你好，陈律师在吗？我找他。他去开会了，要不你晚点再打过来。我是周明雅，你让陈律师听电话吧，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哦，这样啊。啊，行，那你别着急，我过去找他一下啊。啊，好的。陈律师，电话。啊，不好意思，杨总，我先处理一下。啊，没事。我在开会，你不知道规矩吗？谁的电话？是个叫周明雅的，她说找你有急事，还挺着急的。你跟周美雅说我没空，让她找别人帮忙。啊，那她可是什么？我现在这个会很重要，你不知道？哎，你好。哎，我在。实在不好意思啊，陈律师他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所以现在也脱不开身。要不您找别人帮忙吧？那你也是律师吗？啊，对，我是陈律师的同事。那我就找你好了。赵丽老师，首先祝贺您在年度最具魅力主持人的评选上冠宠投票，节节高升。谢谢大家。哦，对了，我还要好好的感谢一下一直以来支持我的粉丝朋友们啊，谢谢啊。哎，阳光师哥，阳光老师，阳光老师，阳光老师和我们的观众聊两句吧。我现在着急赶上去啊，我简单说2点。第一点呢，赵丽是我们台里边非常优秀的年轻主持人，我们都很看好她，也很欣赏她。第二点呢，针对于我们节目现在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会努力的整改，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好看的节目啊。你不知道，哎呦，我每天压力也大得很呐，成宿的想案子，睡不着觉，现在一洗澡掉一把头发。你们如果不想看到一个秃头的阳光，给我一点空间，好吧？谢谢。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还有工作啊，谢谢啊。喂，周明雅吗？哦，对，哎，是廖律师吧？我大概40分钟以后，我们在你公司楼下见。不好意思啊，廖律师，我现在着急有点事情，您能晚一点到吗？哦，没问题，那先这样。谢谢啊。师傅，前面是电视台吗？对。那你给我放到那个门口吧，我在这儿下。好嘞。
头啊，真不是我说你，你刚才不应该那么说呀。那明显是赵丽找过来炒作自己的。你那么说，你容易被人断章取义的呀。那有什么关系啊？你能不能别在那溜了？你溜到头晕。我真是没想到，这个赵丽竟然是个心机 boy， 亏他长那么帅。但是头，咱们这次真的得想个办法治治他了，让他知道小郭是铁打的，做节目不是靠流量的，做事也不是靠嘴的，就凭你这几个案子啊，一个都不行啊！杨光老师，有个叫廖旺的律师想进来见您。快先出去。廖律师，今天来有何指教啊？我呢，是专门来给您道歉的。之前啊，我不应该去拦着您的车，我还说你又老又不帅，还过气儿了。谢谢你的提醒啊，不然我都忘了。我是真心实意的来跟你道歉的，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我做的特别不地道，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我完全感受到你这份诚意了，我原谅你了。好的，那我们来谈正事儿吧。谈。张文，你母亲的案子，我想再跟你聊一聊。你说过了，我有事要找你，不要去找你的奶奶和你的姑姑，所以我就来找你了。说。您是这件事情的主要当事人，跟你谈明白了，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你想怎么谈？你父亲的这份遗嘱啊，可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呢，你反抗是无效的。但你们毕竟是亲人，这样弄到法庭上去，搞得大家都没面子，也不好看。他既然递过来的是律师函，那说明他没有准备给任何人面子。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成全他，法庭上见。递律师函并不代表要对簿公堂呀，你出面呢，跟你的家人好好协调协调，好好的去谈一谈。她毕竟是你妈，对吗？有什么事情不能说开呢？再说我也见过你妈了，我觉得她这个人还是挺善良的。你以为什么都能谈吗？我可看过你的节目啊，你说过了，只要好好说话，没有什么矛盾是不能解决的。好，那现在就两条路，一条他放弃房子，彻底离开我们杨家；第二条，他通过法律的途径赢回那个房子，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她是你母亲，你这么做太过分了吧？哼，聊完了。没聊完，请吧。请什么？不送。不走。来，廖律师，请。哎。
怎么那么多门儿？还跟你道歉，就是不帅，又老，还过气儿，人品还差。这么没耐心，再等1分钟我不就出现了吗？通知全组1个小时以后开会。案子有着落了？嗯。哎，这个钱沟村电镀厂的老板马科是个什么来头？这个马科呀，他就是钱沟村本地人。高中毕业之后呢，没考上大学，就到南方打工去了。没想到在南方啊发了财，结果就回到家乡啊，创办了这个电镀厂。从资料上来看，挺有两下子。确实，原先的钱沟村呢，因为土地贫瘠，根本无法工作，是出了名的贫困村。结果那马科回乡不到3年，不但让村里脱了贫，还奔了小康。尤其是啊，他让全体村民共享电镀厂收益，村里的几乎青壮年劳力啊都在厂里上班，又能挣钱，又不用背井离乡，所以全体村民都对他感恩戴德。他可不是个小人物啊。是啊，现在这村里有几个出了名的犟老头啊，凡事都听马科指挥。但是这个电镀厂就真的一点都不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2年前，的确这个电镀厂存在着违规排污的问题，也受到过相关部门的警告关停。据说那个时候的空气都是酸的。可是不到半年，马科就改进了环保技术，还建立了配套的污水处理厂。因此，他在业内饱受好评啊，很多工厂还专门过来取经。如果找不到这个电镀厂确切的环境污染的证据，我们以此来要求电镀厂谈判，那就无疑是以卵击石。是啊，如果咱们找不到污染证据来进行谈判的话，这个马科呀，一定会狮子大开口的。钱沟村这次的搬迁啊，虽然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审核通过了，只不过现在马科挟持了钱沟村村民的情绪。钱沟村能够脱贫致富，马科功不可没。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接下来的谈判只会更困难。志玲姐，我可是仰慕你好久了，早想来我们台了。吃橙子。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顾虑呢？姐，我是有苦衷的。早就听说你对阳光师哥特别好，我要是来了，您不好一碗水端平不是？赵丽啊，你是个聪明人。我作为总监，你们2档节目都是我负责，你们都做好了，我的脸上才更有光啊。况且台里对你是寄予厚望的，各个部门各种的开绿灯啊，你怎么还能说我对你不够好呢？志玲姐，你怎么会对我不好呢？我这不是坐下来和您交交心吗？来，吃蜜瓜，吃。师哥，我和姐汇报工作呢。我们聊完了，你们聊。好，姐，我先走了。
我就应该把刚才那一幕拍下来，然后再发给李恒基，多好啊！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没李恒基那么幼稚啊！别忘了，赵丽的节目也归我管。现在我对你和他得一视同仁，不能落了偏向你的口实。你现在得把重点放在找案子上面，啊！哎，这不巧了吗？我正好要跟你汇报一个事儿。说。你还记得我们台里边去年刚做了一个婚恋节目，当事人是一个叫蒋家栋的男孩，他为了给自己女朋友求婚，不惜在天台上面放烟火，差点还点燃了一些堆积物，最后被带到派出所了。蒋家栋，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案子，当时还拒绝去医院，是吧？到了派出所之后下跪求婚，把他的女朋友是感动得一塌糊涂。他当时信誓旦旦地对着我们镜头说：“只要给我女朋友一个永生难忘的婚礼，我在所不惜。”不，这件事跟你案子有什么关系啊？1年前，他们轰轰烈烈地走入了婚姻的殿堂，但是1年后的今天，他们正在闹离婚。这么快？天哪！你说说你们年轻人，结婚离婚也太草率了吧？也不全是年轻人吧，有的时候40、50岁的人也会这样。你是怎么知道他们马上要离婚的？我有我的渠道啊。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把他们俩请过来，来我们好好说话节目，我来给他们进行调解一下，你觉得会不会有关注点？我是这么想的啊。第一，首先他们2个人都是90后，很具有代表性。还有呢，就是怎么说，他们也是上过电视节目的人，我相信会引起一定的关注度。好。就这么定了。哎，等！我刚给蒋家栋打电话了，你猜怎么着？他一听要上电视，马上就答应了。你怎么知道呢？一个曾经上过热搜的小男孩，怎么可能放弃又一次可能成名的机会呢？他爱不爱他老婆我不知道，至少他一定很爱他自己。优秀，马上把他叫过来，我跟他聊聊。好。请慢用，谢谢。米娅，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吧。廖律师啊，哎呀，我还是叫你廖望姐吧。你看你这么年轻就当大律师了，你肯定很能干的哈。那，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的呀。你放心，现在你是我的委托人，我一定会帮你争取最大的权益。你们2个人结婚才不到1年。为什么要离婚呢？那蒋家栋就是个大坏蛋，他才结婚不到1年的时间，他就已经不爱我了。来，喝点水。有可乐吗？这真没有，不好意思啊。那凑合喝。啊，对了，咱们那个节目就是在这儿弄的。啊，就这儿。哎，那在哪儿上电视？这样咱聊完了，我带你去演播厅看，好吧？啊，行。那个，杨光老师，我发现啊，您跟电视里呢不大一样，这本人呢就更瘦一点啊，皮肤没有上电视那么好。这个上镜不得化妆还得打光嘛，是吧？哦，对。小蒋是吧？啊，对。蒋家栋啊。你想离婚吗？这一开始呢是不想，现在是无所谓。怎么说？这结个婚不容易，毕竟我俩刚结婚，这分开对谁都不好，您说是吧？所以呢，一开始啊，我是真心想挽回他。哎，可是他蹬鼻子就上脸呀！蒋家栋在我结婚之前是跟我发过誓的，他说他会一辈子对我好，把我当小公主一样宠着的。他现在可是全世界开始黑我，说我是负心汉、出轨。行啊，
咱们上节目呀，摆开了，让观众说到底谁对谁错。我们结婚才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嫌弃我，他说我花钱大手大脚的。1年前，你在天台放烟花跟人家求婚，你都上电视了。1年后为了几支口红就跟人家说要离婚，会不会太草率了？我不知道他这么作呀。我不就是在网上买了几支口红嘛，他就像发了疯一样，他把我的口红他全掰断了。人家对自己好着呢，这1个月光化妆品吧唧1000多块钱出去了，啊！现在网上那些什么网红啊、小姐姐呀，推什么他就买什么，光口红30多根，还有好几支是限量款的，我再也买不到了。这都不算什么。啊，什么面膜呀、面霜啊、精华啊、乳液呀，冬天抹的、夏天抹的、白天抹的、晚上抹的，人家美其名曰叫什么？这叫囤货。我囤的个臭粑粑呀！我女孩囤化妆品很正常嘛。囤太多也不好嘛，过期浪费了。这就对了啊！哎，我还不能说他，一说他吧唧就翻脸了。所以你知道吗？我当时真的好伤心的呀。他当时为了追我的时候，他想给我买一只萝卜丁，他没钱，他要攒啊。他都是去那个快餐店打过工的。说我什么以前把他捧得跟个小公主似的，现在把他生活质量拉下来了。那他对你挺好的。所以呀，你知道我当时有多伤心的吗？我就跟他说呀，我说蒋家栋，你当时可是跟我发过誓的呀。你说你会一辈子对我好，把我像小公主一样宠的。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吗？他连理都没有理我，扭头摔门就走了。男人喜欢发誓啊，主要还是女人喜欢听，这本身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过程。可是廖望姐，蒋家栋，他还出轨找女人啊？那你到底有没有出轨？我出什么轨呀？我俩刚结婚1年多，我去哪儿出轨呀？我，你有证据吗？我有啊。那你说说。我的第六感，我的第六感一直都很准的。他最近经常鬼鬼祟祟的出去接电话，晚上他还经常出去。他说他去加班啦，可是上周6我给他公司打过电话的，他根本就没有在，他是骗我的呀。那天就是跟朋友去开了个黑。就是跟朋友组队打游戏。所以回来我就问他了呀，我一问他，他就跟我翻脸了。他说他去跟领导出去应酬了，他还说我这么给他公司打电话去调查他，让他在公司很没面子。就因为这件事，他还跟我大吵了一架。这么说，你宁可让你老婆误认为你是出轨的，也不肯承认你打游戏。我跟您讲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当初啊，就因为我玩游戏，他才跟我闹分手，所以我后来才天台求婚的。当时我就发过誓了，我说我要再打游戏，我就落地成盒。游戏输，game over。出轨这个事儿啊，法院还是要直接证据的。明雅，我觉得我要跟你谈一谈。你们2人结婚才不到1年，除非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有严重过错，或者你们的感情完全破裂，法院是不会轻易判离婚，还是要以调解为主。可是他骗了我呀！那他也骗了我呀！哎，他说了，婚后再也不追星了。就上周，他骗我出去出差，他明明去参加了一个明星见面会。所以不管法院怎么判，我是一定要跟他离这个婚的。那你有去揭穿他吗？那倒没有，这不他好不容易不在家，我不就趁机开黑？对。好，我们暂且不谈离婚的原因。离婚是需要财产分割的，你准备怎么分割？那这个我就完全不懂了。那看来你还是没有做好离婚的准备。我建议呢，你们2个人先回去好好考虑考虑，要想一想究竟因为什么过不下去了。毕竟组建一个家庭它也不容易。我就是自古红颜，都不命的。
我这一圈听下来啊，你们俩其实也没什么大矛盾。为了眼前这点小事就要离婚，我怕你们将来会后悔啊。杨武老师，这个婚呢，我也不是非离不可，我就是想上您的节目，让您帮我教育教育他，规劝规劝他。啊，只要他愿意改，啊，我可以既往不咎，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这样，你先回家，耐心等待我们的消息。嗯，要让你们过来上好好说话，我们得先征求你妻子周明雅的同意。行，那我先撤了。这边。哎，稍等一下。嗯。丁宁，你先出去把门带上。哦。我今天第一次见你，哎，我觉得你这个小伙子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非常好。还行还行，但是想要站在舆论的制高点呢，你应该营造一些小氛围。什么意思啊？